为什么最近几年微软、谷歌、亚马逊、Meta 这些科技巨头突然开始关心电力了？为什么开始研究能源，甚至连核电站都重新火了起来？这个看似技术的话题背后，又为什么可能藏着未来10年的巨大机会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。我先讲一个故事。100多年前，当福特开始大规模生产汽车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把注意力放在汽车本身，大家讨论发动机，讨论汽车品牌，讨论谁会成为行业赢家。但后来发现，一个更大的变化正在发生，整个美国都开始疯狂建设加油站，因为汽车越来越多，没有加油站，再好的汽车也跑不起来。历史上很多时候，真正限制新技术发展的，并不是技术本身，而是基础设施。而今天 AI 正在经历类似的事情。很多人以为 AI 竞争的是模型，是算法，但越来越多科技公司开始意识到，未来 AI 的发展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电力和背后的基础设施。明明是在聊人工智能，怎么突然聊到发电了？当你打开 ChatGPT 输入一句话的时候，看起来只用了几秒钟，但在你看不到的地方，大量服务器正在同时运转，大量 GPU 正在同时计算，而这些设备每一秒都在消耗电力。如果全球有几亿人，每天几十亿次提问，那么耗电量就会变得非常惊人。最近几年，美国科技巨头都在做一件以前很少做的事情，他们开始研究能源。微软、谷歌、亚马逊都在研究，甚至连很多人以为已经过时的核电都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野里。为什么？因为 AI 实在太耗电了。训练一个先进的大模型需要成千上万块高性能芯片连续运行几个月，而这些芯片每天都在疯狂消耗电力。AI 的发展速度正在快速推高全球电力需求。过去几十年，科技行业一直在追求更高的效率，让手机、电脑和芯片用更少的电完成更多的计算。结果 AI 出现之后，整个行业突然反着来。为了让模型更强大，大家开始不断增加算力、GPU、服务器、数据中心以及更多电力。既然 AI 这么耗电，为什么科技公司还在拼命往里面砸钱？答案其实和历史上的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一样，因为创造出来的价值更大。工厂比手工作坊更耗能，汽车比马车更耗能，互联网服务器比纸质文件更耗能。但只要创造出来的价值远远超出成本，人类就会继续投资。而今天，全球科技巨头都相信 AI 会成为未来最重要的生产力工具之一，所以他们愿意投入数百亿美元建设数据中心，愿意采购越来越多的 GPU， 也愿意寻找新的能源来源，因为他们知道，未来谁拥有更多算力，谁就拥有更大的竞争优势。电力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张了。Google 的能源负责人表示，美国输电系统已经成为数据中心扩张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。有些地区等待接入电网的时间甚至超过10年，这也是为什么微软、谷歌、亚马逊、Meta 这些公司突然开始关心电力和其他能源。麦肯锡在2024年的研究中预测，为了满足 AI 带来的算力需求，全球数据中心相关投资规模可能达到6.7万亿美元。AI 公司不是只要买到英伟达芯片就能马上训练模型，芯片要放进数据中心，数据中心需要电力，电力需要发电厂、变电站和输电网络，整个系统是一环扣一环的。所以当 AI 需求增长的时候，被拉动的而是一整条基础设施产业链。那普通人怎么来理解这个机会呢？我们至少要知道， AI 时代的赢家不只有 OpenAI， 未来真正受益的可能还有那些提供能源、芯片、数据中心、冷却和基础设施的公司，其中电力恰恰是这种浪潮最关键的起点之一。如果你是投资者，也许可以开始关注 AI 基础设施，而不是只盯着 AI 应用。如果你是职场人，也可以关注能源、数据中心、AI 运维、自动化、电力工程这些岗位。如果你是创业者，你可以思考企业在使用 AI 时最缺的是什么服务？是部署、培训、自动化、成本优化，还是行业解决方案？这才是万亿美元机会的真正含义。那么谁会是最大的受益者？ AI 模型公司当然重要，但能源、电力、数据中心、芯片这些基础设施同样在受益。很
很多投资机构这几年开始密集研究能源行业，因为 AI 让未来的电力需求出现了新的增长逻辑。大多数人每天讨论 ChatGPT， 但资本市场越来越关注的却是能源、算力和基础设施。无论你是投资者、创业者，还是普通上班族，都很可能会受到这条产业链的影响。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，为什么全球最聪明的一批科技公司突然开始关心发电？因为他们看到的已经不是今天，而是未来10年的 AI 世界。而在那个世界里，电力可能会像石油时代的石油一样重要。很多人以为 AI 竞争的是模型，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 AI 竞争的也是能源。不过说到这里，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，即使有了电，为什么 OpenAI、Google、Meta、Anthropic 这些公司几乎都在使用同一种芯片？下一期我们继续聊为什么全世界都离不开英伟达。我是露西，陪你一起看懂 AI 时代，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